好，我是阿斐，又到了我破解神话的时刻了。那上一集呢，我们就讲到了防风氏可能是经过了大禹的政治清洗以后四散逃亡。那他的后裔呢，有一部分可能是逃往了太平洋的各个岛国。那而且我也提到了，在台湾的澎湖水道呢，发现了丹尼索瓦人的巨大的下颌骨。那可以大致推断呢，丹尼索瓦人是曾经生活在台湾的。这也得到了台湾科研人员的一个证实。水道发现的澎湖猿人下颚骨化石的真实身份，惊喜的发现，它竟然是数万年前的古人类族群丹尼索瓦人。这一项重大的研究发现，几乎可以说是改写了我们对人类历史的认知，也首度证实了过去我们以为只有出现在西伯利亚等等寒冷地区的丹尼索瓦人，竟然也曾经分布在台湾。这件多年前由渔民在台湾海峡澎湖水道打捞到的化石，推测生存年代可能距今19到13万年，或7万到1万年间。下颚骨保存良好，还有颗颗分明清楚的粗大牙齿，从形态上推敲出猿人当年生活形态。现代人的标本，所以你这样子其实直接做比较，你会看到它其实是一个蛮粗壮的下颚，所以你如果拿来跟你的下颚比，你会看到它其实跟我们现代人类的下颚其实差异是在形态上，它是更粗壮的。通过加巴的一个证据，我们知道它既然创硕，它就要有非常强壮的下颚的肌肉。它下颚非常的强壮的肌肉，它必须牵动它全身，它应该是个肌肉男。团队2025年发表在 Science 的研究，终于揭开了这件珍贵化石澎湖猿人的身世密码。在这个研究报告当中，第一个，我们证明丹尼索瓦人的确来过台湾。现在在泉州的海边，海的对岸呢就是台湾。那上集我也提到，防风氏也就可能就是丹尼索瓦人的一个后裔，因为他在浙江会稽山被杀以后，他的后裔逃亡的海上驿站很有可能就是台湾。比较奇怪的呢，就是台湾人现在的基因里面，丹尼索瓦人的基因比例是非常低的。那反而是在他的对岸菲律宾发现一个族群，他们拥有世界上最高的丹尼索瓦人的基因。那所以不管是现实的考古证据也好，还是神话传说也罢呢，其实在台湾的文化当中是很多关于巨人的故事的，但是在他们的基因里面却几乎找不到丹尼索瓦人的巨人的影子。那么这一集我们就一起来破解这个谜团吧。那在中国古代的史书里面呢，关于海上巨人的记载是非常多的。那比如在《山海经存》里面，清代的汪福呢整理了一大堆的关于巨人的资料。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国。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就很明显了，就是说巨人的国度就在波谷山。还有呢，就是倭国人常舟行，遭风吹渡海外，建议国人皆长丈余，形状类虎也。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有一次古代的日本船队在海上遭遇了大风暴，被吹到了一个很陌生的地方，发现那里的人身高都好高啊，都有1丈多，也就是现在的2.3米，长得还有点像胡人。那这里没有记载太多的信息，但我们可以有一个大胆的猜测，那他们会不会就是到达了台湾岛呢？我们来看另外一段记载。列子汤问：而龙伯之国有大人，举足不盈数步而济五山之所，一钓而连6鳌，合腹而去，归其国，啄其骨以数焉。于是带于元桥2山，流于北极，沉于大海。先圣之播迁者具异计，地平怒，轻减龙伯之国始恶，轻小龙伯之名始短。至伏羲神农时，其国人游数10丈。那意思呢，就是说龙伯国那里住着能吊起6只大鳌的巨人，那结果害得仙山也都沉到了海底。那天帝一怒之下呢，就让这些巨人变矮了。然后到了伏羲和神农的时代，他们虽然已经被缩小了，但还是有10丈之高。那这听起来就像个神话，对不对？但是仔细想一想，他们古人会不会其实就是见证了巨人族的矮化过程？那什么是矮化呢？其实我在上一集也有提到过，那我这一集再详细的讲一下。它其实是1964年的时候，一个生物学家福斯特他提出来的。1964年，生物学家福斯特提出了岛屿法则。那他发现呢，在岛屿上，小型的动物会因为没有天敌而体型变得越来越大，而大型的动物呢，会因为
食物的缺乏而体型越变越小。所以呢，防风氏的后裔如果逃到台湾岛上，那他很可能就会因为岛屿法则而变得越来越矮。那尽管如此呢，这跟岛上的南岛民族相比呢，他们可能还是非常高的。所以台湾几乎每个民族都有关于巨人的传说。那阿美族的传说当中呢，就是有一群会吃人的巨人，叫做阿里嘎盖，他们发生了一连串的一个抗争和厮杀。那最终呢，阿美族还是战胜了巨人。那据传说的记载呢，这些阿里嘎盖呢，皮肤非常白皙，闭眼如猫，金发披肩，而且身高大概有3米。他们不仅跑得跟风一样快，而且还会使用法术，可以变身，或者用自己的毛变出士兵。就算身体的部位断了，他们也可以用树木接在断面上变出新的身体。哇，真的好神奇啊！还有台湾塞夏族的巨人卡马赫罗斯，那他传说他是住在五指山上，面目很狰狞，力大无穷，嘴巴特别大，而且凶猛的个性也让族人对他非常害怕。卡马赫罗斯呢，虽然身体很大，但是他非常懒，不想自己找吃的，他就每次趁着族人去森林里面打猎的时候，他就等着猎犬把那些山猪啊、野猪赶出山洞的时候，他就张大嘴，一下把这个猎物还有猎犬一起吃掉。那所以呢，这些塞夏族的人就很生气啊，很生气，他们每次把他们的劳动成果给这样吃了，所以他们就出了一个计谋，杀掉卡马赫罗斯。那他们就在他居住的房子的山坡上火烧了一颗山猪大小般的一个石头，然后从山坡上推下来，假装是在追赶山猪。然后这个时候呢，卡马赫罗斯就听到了声音，他就以为山猪又来了，他也是一口就吞掉。当时卡马赫罗斯就痛苦的要命，哇，那石头就把他的内脏都烧掉了，最后他就死掉了。那除了这些吃人的懒惰的巨人，当然还有心地善良的巨人。那帕萨拉米呢，就是赛德克族的一个非常善良的一个巨人。那他就是跟其他巨人不一样了，他不仅不伤害族人，而且还会帮助他们。那比如在下暴雨的时候，那个溪水暴涨，那帕萨拉米呢，他就会拔出一棵树，把它架成桥，然后让族人在上面安全的通过。那族人都非常喜欢他，这么热心助人，对吧？大家都很喜欢。但是有一次呢，赛德克族人就受到了坏人的一个攻击，那赛德克族人就大声的呼救呀，救命啊！然后那个帕萨拉米呢，他听到了，赶紧来救他们，就把这些坏人全通通的摔死。那这时候他才闻到了血的味道，他才发现原来坏人也是人。那这么善良的他第一次杀人，他从来也没有杀过人，然后他就好后悔呀，然后他就很生气这些赛德克族人让他杀人，从此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离开了。那大家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还有塞奇莱雅族人的传说里面也有阿里嘎盖后代的身影。那传说他们的阿里嘎盖的后代还去参加他们当地一个美女的比武招亲啊，这个非常精彩，以后有机会再说。那所以我猜想呢，防风氏的后裔在台湾岛上会不会跟他们也有一些基因的融合？那不过基因检测显示，台湾原住民的丹尼索瓦人基因比例也是非常低的，也就仅有0.2%。那跟我们现在东亚人和日本人身上的丹尼索瓦人基因比例差不多。那反而是在台湾岛对面的菲律宾的阿伊塔人身上拥有世界上最高的丹尼索瓦人的基因比例。那从台湾的最南端出发，然后跨过巴士海峡，到达了菲律宾，然后在吕宋岛上有一个族群叫做阿伊塔人，他们外貌长得好像东亚人，但是他们的头发呢是像黑人一样卷曲的，皮肤是深褐色的，身高也是不会超过1.5米，但是他们却拥有世界上最高的丹尼索瓦人的基因比例。那阿伊塔人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他们其实是属于东南亚的尼格利陀人。那什么叫尼格利陀人呢？那其实呢是西班牙人最先给他们命的名，因为就是小黑人的意思，带有一些贬义。那除了菲律宾呢，还在马来西亚还有泰国都有尼格利陀人的身影。他们呢其实是东南亚最早期的一个原住民，大概是从5万年前呢，他们就从非洲迁徙到这里。那对比其他地方的尼格利陀人来说呢，阿伊塔人他就更像是东亚人。他其实你不说呢，我会觉得他好像就是一个头发比较卷，或者皮肤颜色比较深，就是皮肤比较黑的一个亚洲人。所以我就会猜想他会不会是台湾的南岛民族的人呢？
不断的驱赶这些防风氏的后裔，或者追杀他们，让他们不断的逃亡。那有一部分呢，可能就是已经被杀死了，另外一部分呢，凭借着他们卓越的航海技术，漂洋过海到达了菲律宾，跟菲律宾的尼格利陀人结合，成为了现在的阿伊塔人。那另外一部分呢，则到达了巴布新几内亚还有澳洲，并且跟当地的原住民结合。那其实现代的基因检测也证实了这一点，因为在同一个时期呢，有2支丹尼索瓦人的族群，分别跟菲律宾的阿伊塔人和巴布新几内亚人相互融合。那巨人跟南岛民族的斗争之中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矮人。那现在研究表明，这个矮人很可能就是尼格利陀人。那他们也还有很多名字，比如在台湾就有很多传说中的魔神仔啊，这种矮人和巨人一样呢，在台湾的很多民族当中都有关于他们的传说。比如排湾族的聂德勒，聂德勒人呢皮肤很黑，而且身材也很矮小，是不是就跟尼格利陀人很像呢？而且不到排湾族人的一半。那不知情的族人还以为他们就是走丢的小孩，可是他们力气好大，还可以用肩扛起那个猎到的山枪，还可以搬动巨石。那跟很多的原住民不同的就是，排湾族并没有太多的跟聂德勒人呢交战，他们更多的是和平共处，一起生活，还有通婚。那现在有一些贵族的家庭都会说自己还有聂德勒的一个血统。那另外还有台湾周族人的姆姆族矮人，那姆姆族矮人也是1米左右，你发现没有？他们的矮人全都是1米左右，所以很一致的。他们居住在玉山的北方，那遇到陌生人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躲在树上。如果那个陌生人看到了他们呢，他们就会用箭来射他们。而且他们还建立了鲁富都的部落，跟那个周族经常有一些冲突。那他们最后还是因为打不赢周族人，最后几乎都被歼灭了。那接着呢，就是塞夏族人，他们不仅有巨人 Kamahoros， 他们还跟一群叫做泰矮的一个矮人一起生活。那这些矮人很友好，还不单是教他们农耕，还教他们织布。但是他们有一个不好的一点，就是经常欺负他们的妇女。那所以最后那个塞夏族人就忍无可忍，最后就设了一个陷阱，砍断了矮人过河的那个树桥，然后那些矮人经过的时候呢，就会堕入深渊，最后几乎都淹死了。剩下的那些矮人呢，就诅咒他们啊，塞夏族人的你们的农作物都会欠收。塞夏族人最后就忏悔了，那他们就开始举行矮灵祭来纪念这些帮助过他们的矮人。还有就是台湾布农族的传说，他们也是巨人跟矮人并存的。在远古时期呢，有个叫撒祖属的矮人跟巨人发生过战争。那巨人呢，因为矮人很擅长躲藏，然后老是被打败，最后巨人就想了个办法，煮了一锅辣椒，泼到那个森林里面，泼到草丛里面，然后那个矮人他们就呛得要命，就逃了出来。最后巨人就趁机把这些矮人都杀死。哇，这些巨人啊、矮人啊，还有南岛民族他们之间的那些传说太多了，而且故事也很生动，细节很丰富。关于这些巨人、矮人的性格也是各种各样，还有外貌的描写也是非常的具体，就是让我觉得他们有没有可能确实是真的呢？可能这就是一段史前的台湾岛上不同的古人种之间发生的一个抢夺地盘、抢夺资源，然后爆发的冲突。那最后的大赢家呢，就是现在的南岛民族。那这些南岛民族呢，也见证了诸神的黄昏。那么你如果问我这些巨人和矮人最后去了哪里呢？我其实也有一个猜想，比如在太平洋的另一端，在夏威夷呢，也有一个关于巨人跟矮人的传说。那这个巨人呢，叫做普尼，矮人叫做梅内湖。那这个梅内湖也是身高90公分，也是1米左右，跟台湾岛上的矮人很一致。他们也是很害羞，而且技艺很精湛，而且他们只在夜晚工作。据说现在很多古老的工程都是他们建造的，比如水坝呀、道路啊，还有梅内湖鱼塘，到现在都还有保留着。而且他们还是一夜之间完成的。那回到普尼和梅内湖的故事吧。那他们经常一起去美丽的夏威夷考爱岛的纳帕利海岸游玩。那因为普尼他是巨人嘛，那梅内湖呢又是小矮人，那普尼要等他的小矮人过来，总是要花很长时间，所以为了打发时间呢，普尼呢就在纳帕利海岸雕刻那个悬崖，
那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那个纳帕利海岸好像还有很多被开凿、被挖凿过的痕迹。那有一天他们在家的时候呢，有一队敌人的战船要来攻击他们考爱岛。那当时巨人普尼又在睡觉，然后梅内湖们就好着急啊，就要叫醒他，那怎么都叫不醒。叫醒他，那些梅内湖人一着急嘛，就想着用石头扔醒，结果那个石头一不小心掉到了巨人的嘴里，导致他窒息。非常可惜，然后普尼就这样窒息而死。这真的是一个好伤心的故事啊。那我这里就猜想，这个温厚的普尼会不会就是赛德克族逃出来的帕萨拉米？然后他的性格是不是跟我们的那个防风氏好像，很温厚、老实而且善良呢？然后那个梅内湖呢，几乎跟台湾岛上的矮人是一模一样的描述，有精湛的巨石技巧，而且力气非常大。那我们最后把所有线索串联在一起，总结一下，那么丹尼索瓦人的后裔防风氏，他们海上逃亡的第一站很有可能就是台湾岛了。那当他们登岛的时候，台湾岛上已经有了第一批的原住民，也就是小黑人，还有5万年前就已经到达台湾岛的丹尼索瓦人的后裔。所以台湾岛上会有2种类型的巨人。那最后呢，是因为粮食紧缺，他们就跟后来的南岛民族发生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战争，导致最后他们打不过南岛民族，有一些死亡，有一些就是逃亡。比如善良的不想跟南岛民族战争的一些巨人还有小矮人，那就凭借着他们卓越的航海技术逃往了各个太平洋岛国。那南岛民族的祖先呢，就亲历了这场古人类大战，成为了最后的赢家。好，我们这一集就讲到这儿。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节目，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我是阿斐，下期节目再见。